们现在到东达山了，这个是川藏线我们能开到的这一段啊，海拔最高的一个点。其实后面还有一个米拉山，比这还高，但是我们到那儿准备走林拉高速了，不走318国道了，所以这个东达山呢，目前海拔是5100米，是我们这段318最高的了。哇，好多阿姨叔叔在这拍照。到这儿明显变冷了哈，再穿这个都有点凉了。我们现在在从左贡线去往巴素线的路上，马上到耶拉山的观景台了，但是现在这边堵车了，哎，好像可以走了，通了。我们终于放行了，太难了。这次还好，堵了大概15分钟吧，还行。它这边是在修路，然后两边是单方向的，不定时的放行哈，分时段放行着呢。经过了这段堵车，我们终于到达了川藏线的天险天路72拐。天路72拐是全国最有名的魔鬼路段，集中体现了川藏线的奇险和灾害。这里环境险恶，气候无常，地质结构复杂，自然灾害频发。常在川藏线上行驶的老司机走这段路也得小心翼翼，驾驶员称它为绝望坡。大家好，我是贝贝。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318国道上的怒江72拐，也称天路99拐。大家看看我的左手方向，看看下面已经有很多车已经开下去了哈。我们等一会儿也要这样子走，这样子拐下去。72拐，其实呢，这个地方有人数过有200多个拐。我们等一会儿下去是下坡路，还可以，有很多车是从拉萨方向过来，他们一直是上坡，因为这个海拔落差特别的大。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这个地方的海拔是4310米。等一会儿我们把这72拐走完之后，到最底下海拔只有2500米左右了，所以这一路的海拔落差特别的大。这边呢，对人和对车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我们知道哈，短时间内海拔变化比较大的时候，人的耳朵会耳鸣，头也会晕晕的，不太舒服啊。大家都说呢，怒江72拐是整个川藏线上最危险的路段之一。那实际上这段路呢，我们已经自驾过3次了。其实和其他的路，比如说珠峰108拐比起来，这段路还是相对比较好开的。我分析大家觉得它是最难的路段的原因，第一是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天然形成的观景台，站在这个位置呢，可以看到下面就路是这样子之字形的下去，是有那么一种视觉上的冲击感。第二呢，川藏线的游客比较多一点，大家对川藏线上的这些景点可能就是被人所熟知的程度会更高一些。那咱们现在开始走吧。好，你来开啊。我来开吧。好，我试一下哈。前2次是文涛开的，这次第3次走72拐了，我来试试。我前面的就是天路72拐的观景台，然后现在我们的女司机要出发了。哇，女司机挑战天路72拐啦，走起！哎呀，吓死了！太阳好晒啊，这会儿，这会儿刚好是快落日的时间哈。它这边路面现在这个大坑特别多，你就绕。讨厌。害怕不？有点怕，真的有点怕。前面已经到第1个拐了。对，已经到第1个拐了。路面不太好，全都是碎石什么的。这一段是1年不如1年了，这点是吧？对。去年还可以，今年这边就不太好了。哎呀，刚刚72道拐过了1个拐，继续。哇，前面没有护栏啊！我的妈呀，这好吓人哦！它关键路面坑又多，我要避坑，还要注意后面有没有车超我，而且没有护栏，我的天！骑行的真够。这个骑行这会儿好累的，这完全是上坡路，它从海拔2000多一直上到4000多。女司机的辛苦的开着车，开车都趴在方向盘上啊，每个肢体、每个语言、每个表情、每个细胞都写满了害怕和紧张。已经拐了快10个拐了，快10个了。有人统计说是200多个拐是吧？对，被我又坑。哇，这就是个大弯儿。哦。这怎么办？你停这儿，停这儿。我去。你开，你开。
哎，往右看，往右看。我知道。这怎么办呀？我天哪！吓死我了！那个大车它占它道太多了，对，我就比较难，我要特别要靠右。北边科。哎呀，感觉让你开这路真是太为难你了。太为难了。刚才出现的情况确实很危险，大车拐弯占的路太多，险些把我们挤出路基，我们俩都惊出了一身冷汗。毕竟路外都是悬崖。我们终于快把怒江72拐下完了，现在应该剩下最后的几个了，已经下在这个峡谷的最底部了。我刚刚跟涛哥换了一下座位，因为我胳膊实在抡不动了，弯太多了，而且路上那个坑特别多，我一直在打方向躲那个坑压饼嘛，我胳膊这会儿特别酸，开不了了。这会儿换涛哥了，换司机了。穿过了茫茫雪域5100米高的东达山，经历了天路72拐这样令人绝望的公路，我们终于到达了怒江峡谷。今天的视频，狒狒和文涛不跟大家分享风景，而是要讲一个桥墩的故事，一个英雄的故事。没有这样的英雄，可能我们根本无法在318这个中国最美国道上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走遍大半个中国，见到过祖国无数的大江大河，但是每次能让我不寒而栗的只有怒江。在怒江边行驶的时候，那种紧张感和压迫感，不知道大家在屏幕前能不能体会到。对于我而言，怒江就像一条巨龙，沿着怒江峡谷向下游咆哮而去。再看到怒江两岸怪石嶙峋，418国道上的车辆在怒江峡谷中是如此的渺小。你可知道，在这样一条狂怒咆哮的江中修建一座桥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你可知道，为什么所有司机在过怒江时都为一个桥墩鸣笛致敬？你可知道，为什么无数游客又为一座桥墩献上祭品？今天，狒狒带您了解这个70年前的英雄故事。大家好，我是狒狒，我现在在318国道上怒江大峡谷这一段。我的右手边下面这条河流就是怒江，可以看到这条江呢水流是非常湍急的。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呢是要沿着318国道去前面的一个县城叫巴宿县。那去巴宿县呢，必须要经过前面的这座怒江大桥。关于怒江大桥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车辆经过怒江大桥的时候是需要鸣笛致意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在怒江大桥的旁边有一座已经废弃的桥墩，那个里面永远的住着一个人。走，我们去跟前看一看吧。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怒江大桥的前面，这个牌子上可以看出来，怒江大桥它的长度是165米。我们现在呢就站在新修好的怒江大桥上，但实际上呢，最早的时候怒江大桥并不是我们现在站的这座新桥，而是
后面在那个方位，在那块建着呢。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呢，怒江峡谷非常的深，水流也很湍急。大家都知道，318川藏线和109青藏线都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修成的。那个时候呢，根本没有现在这些大型的机械，全部是靠我们的战士们双手去把它修好。但是这2条进藏的公路，不管有多么难修，却不得不修，因为呢，这些进藏的公路承担着我们边疆的稳定和繁荣的重任。大家看一下我手指的这个位置，那里有一座孤立的桥墩。那座桥墩是修建旧的怒江大桥时留下来的。那这么多年过去了，旧的怒江大桥已经都拆掉了，却唯独留下了这样一座桥墩，一直是伫立在这里。是为什么呢？刚刚我也讲到了，因为这座桥墩里永远的住了一个人。在当年修建这座桥的时候呢，在给这座桥墩里面灌混凝土的时候，我们有一名小战士掉进去了。当时那个混凝土凝固的特别快，旁边的他的战友们想把他拉出来，但是没有办法，他已经和混凝土住在了一起。所以呢，直到今天，这个小战士依然永远的留在了这座桥墩里。为了表示对他的纪念，后面的这座旧桥已经都拆掉了，但这座桥墩却被永远的保留在了这里。在这座桥墩的旁边呢，他的战友也修建了房子，然后每天的日日夜夜都有战友在这里守护着这名小战士的身体和灵魂。为了纪念这名英雄，每年所有走川藏线路过这里的司机都会对着这座桥墩鸣笛致意，还有一些司机呢会在这里点燃一根香烟扔进这座峡谷。另外呢，每年清明节的时候呢，还会有很多的人来这里敬献鲜花。刚刚旁边的这辆车呢，它前面并没有人，大家看，他在这里一直在鸣笛，就是为了向这座桥墩表达自己的敬意。现在每年自驾进藏的车辆特别多，都是因为当年这群无名英雄的付出和牺牲，才让我们可以这么幸福的在外面自驾游。这边又有车辆过来了，而且开得很慢，打着双闪开得很慢，在这边对英雄表示自己的敬意。其实呢，在中国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无名英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享受岁月静好的同时，一定不要忘了还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也希望大家能够永远的记住这些为了我们祖国的发展付出自己生命的英雄们。前面那个车在鸣笛啊，为了这个牺牲的战士。我跟狒狒现在身上没带什么烟，也没酒，只能拿了我们为数不多的2个水果放在这边，缅怀一下这个小战士。走吧。